这一次，中国经济的警钟真的敲响了。2月9日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让经济学家们倒吸一口凉气。2025年1月，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跌 2.3%， 这已经是连续第28个月下跌。与此同时 ，CPI 仅微增 0.5%， 几乎是在零增长边缘挣扎。这组数据背后透露出的信号令人不寒而栗，中国经济正在陷入通缩的泥潭，而且越陷越深。让我们先来扒一扒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。要知道 ，PPI 连续28个月下跌，这在中国经济史上可是闻所未闻。路透社的分析师直言不讳，这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。每一个月的数据都在提醒我们，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次的 PPI 跌幅竟然高达 2.3%， 与去年12月持平，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。花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最新报告中警告，中国工业品价格的持续下跌，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需求的全面崩塌。再来看看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据，简直惨不忍睹。1月 CPI 年增仅 0.5%， 其中消费品价格更是仅增 0.1%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消费者的钱包已经捂得死死的，消费意愿几乎降到冰点。从具体数据来看，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城市 CPI 上涨 0.6%， 农村仅上涨 0.3%， 这种城乡差距说明农村地区的消费更是萎靡不振。食品价格上涨 0.4%， 非食品价格上涨 0.5%， 这在春节前这个传统消费旺季，简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数字。彭博社的专家分析称，过去20年，中国春节前的物价通常都会出现明显上涨，但今年却反常的吓人。这说明，即便是在最该消费的时候，中国老百姓也不敢花钱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从环比数据看，1月 PPI 环比下降 0.2%， 降幅较上月扩大了 0.1个百分点。高盛的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指出，这意味着工业品价格竞争已经到了死磕的地步，企业不得不用更低的价格来争夺订单，简直就是在打一场残酷的价格战。有分析师甚至用内卷地狱来形容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处境。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内部报告显示，超过 67% 的制造业企业表示利润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，其中近30%企业已经处于亏损边缘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更是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预测，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2025年第一季度扭转这种通缩趋势，中国 GDP 增速可能会跌破 4% 的警戒线。这将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首次出现如此低迷的增长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种通缩压力到底还要持续多久？路透社采访的23位经济学家中，有18位认为至少要到2025年下半年才可能看到转机。但前提是，中国政府必须推出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，否则情况可能会更糟。这一轮经济寒冬不仅让中国制造业叫苦不迭，更让全球投资者们坐立不安。在这个危机四伏的2025年，中国经济能否守住底线，恐怕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担心的事情之一。就在中国经济遭遇重创的当口，美国这边又是一记重拳。川普不愧是商人总统，这次他祭出的大招堪称致命一击，取消$800以下包裹的免税政策。这个看似普通的政策调整，却直接给中国跨境电商判了死刑。让我们先来回顾这场风暴的来龙去脉。2月4日，美国邮政总局突然宣布暂停接收所有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入境包裹。虽然这个决定在24小时内就被撤销，但已经给中国跨境电商
带来了巨大的恐慌。花旗银行的分析师直言，这就像是一记警告枪，让所有中国卖家闻到了火药味。数据显示，这个政策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？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统计令人心惊，过去10年，通过小额免税入境美国的包裹数量暴增600%，从2015财年的 1.39 亿件，一路飙升到2024年的惊人 13.6 亿件。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指出，这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收到4件来自中国的包裹，这种增长速度简直疯狂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，仅在2023年，中国电商平台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就从 8% 狂飙到 15%。但现在，这个惊人的增长神话可能要戛然而止了。花旗银行的最新报告预测，一旦取消800美元免税政策，中国商品的价格将被迫上涨 15% 至 35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原本3美元的运动袜可能要卖到4美元，15美元的智能手表得涨到20美元。别小看这点涨幅，要知道中国商家就是靠着薄利多销，在美国杀出一条血路的。更令人窒息的是，根据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的内部数据，目前超过 60% 的中国跨境商家的单件商品价格都在10美元以下。一旦加征关税，这些商家要么大幅提价自断财路，要么继续低价亏本经营。让我们算一笔触目惊心的账，假设一个年销售额100万美元的中国商家，毛利率 15%， 也就是15万美元的毛利润。现在好了，加征 10% 的关税，意味着要多支付10万美元成本。一年到头就只剩5万美元利润了。Goldman Sachs 的分析师直言，在竞争激烈的跨境电商领域，年利润只有5万美元，基本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根据亚马逊中国卖家协会的一份绝密调查显示，目前在美国市场上活跃的中国跨境电商卖家中，将近 40% 的商家年营业额还不到50万美元。这些小商家本来就在勉强维持，现在这一棒子下去，起码有一半要被打趴下。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更是触目惊心，目前在 Temu、速卖通和善等平台上活跃的中国商家超过50万家，直接相关就业人数超过200万。如果按照最保守的估计，这次政策变化可能导致 30% 的商家破产或退出美国市场，那就意味着至少60万人会直接失业。更别提物流、仓储、包装等相关行业的连锁反应了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中国电商早就看到了风声，已经提前布局。比如 Temu 和 Shine 从去年就开始在美国设立物流中心，允许中国卖家把商品存到当地仓库。但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报告给出了残酷的现实，就拿 Temu 来说，他们在美国的本地仓储连总业务量的 10% 都覆盖不到，这不过是杯水车薪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，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上 85% 以上的商品单价都在50美元以下。这些小商品要是全部改成本地仓储，成本直接翻倍。彭博社的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，而是一个无解的死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显示，2023年他们召回的不合格商品中，中国制造的占比高达 71%。这个数据在美国政府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借口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商务部正在起草更严格的跨境电商监管法案，这可能会让中国电商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在这一波经济寒潮中，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消费市场的巨变。越是铺天盖地的刺激消费政策，消费者的钱包却越捂得严实。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揭开这场消费降级大潮的冰山一角。
先来看商场的惨状。营商云智库的最新统计令人窒息，2024年，全国超过50家零售连锁品牌宣布关门大吉，其中中高档及以上品牌占比高达 57.8%， 国外品牌更是接近80%。花旗银行的零售分析师直言，这不是个例，而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零售业大洗牌。以上海恒隆广场为例，这个曾经的奢侈品天堂在2024年遭遇灭顶之灾，股价暴跌近 50%， 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。更让人心惊的是，包括瑞欧百货、新世界大丸百货在内的多家高端商场，奢侈品牌纷纷落荒而逃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指出，这些奢侈品牌的撤离就像是经济寒冬中的一场雪崩。消费降级的趋势在影视娱乐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。2024年，中国电影市场遭遇重创，票房和观影人数双双跳水。但与此同时，短视频市场却呈现爆发式增长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到惊人的504亿元，比电影票房多出 78.98 亿。到2027年，这个数字有望突破1000亿元。更令人震惊的是用户数据，短剧用户规模已达 5.76 亿人，占整体网民的 52.4%。这意味着每2个中国网民中就有1个在看短剧。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指出，这种从电影院到手机屏幕的迁移，本质上是一种消费降级。人们不愿意花100块看电影，却愿意花几块钱看短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短剧市场的另一个惊人特征是银发用户占比高达 49.4%。这些40至60岁的中老年人贡献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。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指出，当一个社会的中年人开始热衷于几块钱一集的短剧，这说明消费能力的衰退已经波及到社会的中坚力量。再来看看餐饮消费的数据。根据美团发布的2024年餐饮消费趋势报告，工作日午餐人均消费从2023年的35元下降到2024年的28元，降幅达 20%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高端餐饮的订单量同比下降超过 35%， 而快餐、简餐的订单量却上涨了 40%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各地政府纷纷派发消费券，试图提振市场，但效果却适得其反，发放的消费券大多流向了生活必需品，反而凸显出消费者的谨慎心态。正如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所说，当消费降级成为一种社会共识，任何短期的刺激政策都只能是隔靴搔痒。这场消费降级的寒潮不知还要持续多久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它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重塑着整个中国的消费版图。